大家好，歡迎來到知定講堂的啟蒙論壇，我是郝廣才。你餵土狼吃牛排，土狼會不會吃膩了改吃素？你這樣問是因為你問了蠢問題，還是你以為我很蠢？我再問你，你把朋友一個一個丟給鱷魚吃，鱷魚會不會只吃朋友不吃你？你真的以為我很蠢嗎？問題不是人有多蠢，而是聰明人為什麼也重複做蠢事。1937年11月17日，英國哈利法克斯伯爵來到德國見希特勒，標誌綏靖政策的開始。當時的關鍵不是他和希特勒談了什麼，那是什麼？是他如何判斷希特勒。他回到倫敦，首相張伯倫問他，希特勒是個怎樣的人？超乎想象，他毫不起眼。我第一眼還以為他是隨從，差一點把大衣遞給他，我自己都感覺好笑。如果換成丘吉爾或艾登，會把帽子掛在他頭上。說真的，你覺得希特勒想打仗嗎？他說話音調會忽然拉高，拳頭亂揮，像個好戰的瘋子。但你保持冷靜，他就會迅速降溫，像小孩要糖果的語氣，主動說出他的要求。那他想要什麼？他要奧地利、蘇台德區以及波蘭的但澤港，這3塊地都說德語。他說他不是擴張，只是恢復。德國有了民族安全感，他不在乎其他民族，除非是共產黨。他認為蘇聯史大林才是我們共同的敵人。但納粹黨原先和共產黨合作呀，不是嗎？他為了得到德國軍人和貴族的支持，一夜之間殺光共產黨，所以他是可以談交易的。所以我們應該利用他對付史大林。希特勒只是民族主義者，共產黨才真的可怕。他很羨慕貴族文化，講到藝術建築滔滔不絕，不像共產黨要摧毀一切。但希特勒可以相信嗎？我們應該把他想吃的東西一點點餵給他，爭取時間來加強軍備。我們夠強大，就不用相信他，除非我完全被騙了，否則希特勒說他不想戰爭是真誠的。戰爭中所有人都是輸家。問題是你的外交大臣艾登，他會反對我們的和平計劃。他跟我說，不要怕打破雞蛋，我們可以做蛋捲。避免大戰最好的方法是不怕打小戰。艾登太年輕，他要老了才會懂。人像一條河，河越深，聲音就越小。我們若繞過他，他一定會辭職。感謝上帝賜予我沉穩冷靜的朋友，你來做外交大臣吧。果然，艾登辭職，換哈利法克斯做外交大臣。希特勒在4個月後就吞併奧地利，下一塊肉指向捷克斯洛伐克。張伯倫親自到德國與希特勒會面，他說：“我以為他是油漆工，像最庸俗的小狗。”希特勒稱讚張伯倫是真正的男子漢。張伯倫以為兩人建立了特別的友誼。張伯倫說：“毫無疑問，我的訪問是異人阻止的一場入侵。” 7天後再會面，希特勒判若兩人。輕蔑說英法浪費他的時間，揮舞拳頭說要馬上打捷克。這時連哈利法克斯也覺得再讓步是錯的，但張伯倫不死心，這就有了慕尼黑會議。英法德意同意德國佔領捷克的蘇台德區，這是德國最後的領土要求。張伯倫不放心，離開前單獨和希特勒見面，兩人簽下一份共同聲明，承諾和平。張伯倫回到英國，一下飛機揮舞這張紙，宣稱他帶回一代人的和平。希特勒什麼反應？他說張伯倫每件事斤斤計較，像個市場攤販。他拿那張紙根本沒意義。老屁股敢來干涉，我會一腳踢他下樓梯，在攝影師面前跳到他的肚子上。敵人只是小蟲子，我在慕尼黑親眼見識。丘吉爾說：“
你在戰爭和屈辱間選擇屈辱，最終你還是要面對戰爭。隔年2次大戰開打，丘吉爾跟羅斯福總統說，以捷克的實力，英法支持他就能跟德國拼。我們背棄他，反而讓德國接收了他的兵工廠。如果不是綏靖政策，這場戰爭本來可以不用打。哈利·法克斯、張伯倫都是政壇老手，是希特勒演技太強嗎？他們其實主觀看不起希特勒，以為小丑最多跳上桌子，不可能掀翻屋頂。等你發現不對，整排房子已經着火。反觀希特勒，以客觀情勢分析，德國再強大都不應該多面作戰。他哪來這麼大自信？再渺小的人，穿上權力的披風，就能在牆上投射巨大黑影。獨裁者只想奪取更多，不會問為什麼呀，而是問為什麼不。你跟獨裁者達成任何協議，他都不會遵守，只會綁住你的手腳。現在很多人自己綁住手腳，然後去跟獨裁者談判，這一招是想讓敵人笑到中風而死嗎？我們看歷史要注意，綏靖主義和投降主義不一樣哦。有什麼不同？張伯倫和哈利·法克斯是要爭取時間強軍備戰，這樣能防止戰爭，確保和平。所以當他們發現被騙，張伯倫立刻去向國王辭職，推薦丘吉爾當首相。國王說丘吉爾人緣不好，為什麼不給哈利·法克斯做首相？張伯倫說，哈利·法克斯說，綏靖政策犯下大錯，你我都有責任，我不能做首相。張伯倫改做樞密院院長，哈利·法克斯做駐美大使，全力支持丘吉爾作戰。他們沒有要投降。投降主義是什麼都不做，就是要投降。綏靖主義如果是笨蛋，投降主義就是壞蛋。對了，回顧這段歷史，是不是很像現在呢？歷史不斷重複，因為傻子記憶短暫；歷史不斷重複，因為瘋子一再重來。